马来西亚有一个充满传说的地方——佛罗交易，那里也称之为布劳朗高位，是位于马六甲海峡吉打州海岸104个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如今，佛罗交易岛上主要的经济是依靠旅游业带动，同时它也是马来西亚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然而，你知不知道，这座岛屿上雪白色的沙滩是因为被一名叫马苏丽的女子下诅咒而造成的现象呢？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小南终于接到业配啦 ！Oppa Seafood Delivery 是大马首创韩式火锅外卖，使用小南 promo code 小南就能获得58%优惠哦！还等什么？赶快下单吧！雪龙区内1个小时送到你家，边吃部队锅边看小南的影片吧。根据记载，兰卡维尔一词是来自古代马来语中的老鹰、黑浪和强壮卡维拼合起来的词。此外在马来西亚古典文学中，他们将这座岛屿描述成印度教的3象神之一，也就是毗湿奴的坐骑、神鸟揭露图的栖息地。关于这座岛屿，有着许许多多的传奇故事，但是最著名的就是有关马苏丽的故事了。在古代贞洁对一个女子来说非常重要，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相传大约在公元1762年到1800年期间呢，在这个兰卡维岛上，有一位来自泰国补习的这个年轻人玛亚，他带着妻子来到兰卡维定居，并且以农耕为生。有一天，当玛亚在屋下避雨时，突然听到不知道是哪里传来的婴儿哭声，他连忙四处寻找，但怎么都找不到婴儿。无意间，他发现地上有一些烧焦的谷粒，于是他弯下腰，打算把它捡起来。但是当他把谷粒捡起来后婴儿的哭声也奇迹般的停止了。这感觉就好像那个婴儿是那些谷粒般，被捡起来后就再也不哭了。随后，他收集了这些谷粒，并带回家。回到家，妻子听到了这段奇遇，感到非常高兴和惊喜。因为他曾听长辈说，烧焦的谷粒带有玛雅帕蒂精灵，吃了之后呢，会带来好运和保佑。于是妻子便将这些谷粒混合家中的米煮来吃掉了。过了一段日子，有关谷粒会带来好运的传言果然应验了。玛亚家真的接二连三的好运临门，其中最让玛亚高兴的是，妻子在吃了这些烧焦的谷粒后，竟然意外怀孕了。而在妻子怀孕的日子里，有一天，玛亚在丛林中采食物的时候发现一个布满燕窝的天然洞穴，于是玛亚采了一些带回村子里贩卖。不卖白不卖，一卖发大财这些燕窝买卖竟然招来了源源不绝的生意。从此，他们便靠贩卖燕窝赚钱。日子久了，贫穷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家里开始富裕了起来。那么，为何这个天然洞穴偏偏是被玛亚一家发现的呢？他们听老一辈的人说，这样的好运是他们积来的福气。时间不知不觉的过去，玛亚妻子分娩的日子终于来临。煎熬折腾的一天，妻子顺利生下一个五官精致、美丽动人的女婴儿。玛亚为她取了个名字，叫做马苏丽。自从马苏丽出世后幸运的事情也持续降临在玛亚一家人身上。他们在偶然的机会中发现了一种燃烧之后会发出强烈诱人香气的石头。于是他们把这些香气的石头销售出去，家中也变得更加富有了。日子一年一年的过去，马苏丽也渐渐长成了一位美丽的少女，声名远播四处，吸引了许多人上门向她求婚。就连当时统治兰卡维的族长也被马苏丽的美貌所吸引。在兰卡维族长心里，他想要纳马苏丽为他的第2任妻子。可是族长的原配夫人激烈的反对，使这个族长打消了娶马苏丽为妻的想法，改由儿子迈特娶马苏丽为妻子。结婚后尽管马苏丽已经成为了兰卡维族长的儿媳妇，但是因为先前族长曾经想要娶她为妻嘛，所以让族长的原配夫人始终认为美貌的马苏丽是一个威胁，而且让她妒火日益高涨的主要原因是，在自己儿子娶了马苏丽后丈夫每天都可以见到马苏丽了。因此日子久了，族长原配夫人心中的妒火逐渐变成了一把尖刀。
无时无刻他都在寻找机会除去这个心头刺。嫁给迈特后马苏丽不但对自己的丈夫很好，也没有和族长有太多的接触，这让族长心有所愤。然而有一天呢，马苏丽怀孕了。正当众人皆闻欣喜的时刻，马苏丽的丈夫却突然要出远门办事。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可是马苏丽的丈夫迈特却迟迟未归。在这期间，马苏丽结识了一位云游诗人德拉曼。这个云游诗人不仅有一副动听的歌喉，还擅长说故事和吟诗，因此马苏丽十分欣赏他，常邀请他到家中做客，让他表演给家人和村民欣赏。不久后呢，怀孕的马苏丽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就因为这个男孩，让马苏丽再度成为了众人和家族的焦点。因此呢，族长原配夫人的忍耐度已经去到了极限，嫉妒的无法再活下去于是他决定采取行动，一定要解决掉这个马苏丽。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族长夫人去了马苏丽的居所后，突然故作惊慌地冲到族长面前，指控马苏丽与德拉曼通奸。因为事前族长受到马苏丽的回避，族长没有多问，便直接信以为真，立刻命人逮捕马苏丽，以通奸的处分判了他死刑。对于这件事，马苏丽肯定是喊冤的，她哭着说她是无辜的。但由于自己的丈夫不在，即使马苏丽拼命喊冤都是没有用的，只能任由他们宰割。因此，在马苏丽被关起来的时候，她愤恨地说，在受刑时，清白的她会流出洁白的血，以证明她是无辜的。行刑的那一天，天空下着大雨，吹着大风，百名群众拥来观看马苏丽受刑，可是就是没有人敢向前劝阻或为她求情。最后，在族长的一声令下，执法者用短剑刺入马苏丽的胸膛，顿时血流了出来，那是白色，雪白色的血，一种清白的证明就在那一刻，整个地区笼罩了一片白雾。这时，灵验期前的马苏丽施下了一个诅咒：今后兰卡威将贫困长达7代，这是作为对他审判不公的惩罚。说到这里，这故事让我联想到中国传说窦娥在渊始前诅咒的6月飞雪，干旱3年，结果当真一一实现。窦娥的头被砍下来之后，天空顿时大变，地面上飞沙走石，气温骤降，众人惊恐的都回避去了。就这样，6月下起了鹅毛大雪，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龙运飞凶。兰卡威的历史证实了马苏丽的诅咒。在马苏丽去世之后的几年，兰卡威便惨遭战火袭击，族长一家人更是被暹罗人迫害。然而战争结束后，兰卡威的苦难并没有结束，各种天灾陆续降临，其中之一竟然是罕见的水牛灾。那年出现了比村民还多的水牛，在村中肆虐，令本来就几乎一无所有的村庄受到更大的重创。兰卡威从此变得更加贫困。到了今天，住在兰卡威的许多村民仍然相信，兰卡威的贫困是为了偿还对马苏丽的不公。在马苏丽第8代直系子孙出生之后的1980年，诅咒才真正解除。据悉，马苏丽就长眠在兰卡威东南部，距离这个瓜布约12公里的乡村，如今那里也成为了兰卡威著名的圣地。据说马来西亚政府在泰国找回他第7代后裔艾莎之后呢，才解决了当地的诅咒，然后这个地方才开始复兴起来。马苏丽的传奇故事也因此广为人知，还被拍成了多部影视作品。看来历史给人类留下许多的诅咒，无论是相信还是不相信，它都一一应验在有关的那片土地。有些是轻微损害，有些则是严重毁灭。故事里，马苏丽流出这个雪白色的鲜血，代表着自己的圣洁、高尚、纯洁，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与贞洁，
以后有机会到兰卡威一游，大家一定要到这个巨鹰广场看一看当地的地标鹰塔、雪白色的沙滩，还有马苏里的坟墓哦。好的，今天故事在这里先告一段落。去过布拉朗高威旅游的你，是否也听说过这个故事呢？至于为什么族长家人被灭口，然而马苏里的后裔仍然活着呢？对这点大家又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据说这家戏院在二战时期曾经被用作日军的基地，因此有许多在这里遭到酷刑的战俘都阴魂不散。虽然戏院在二战结束后恢复了营业，但打从那时开始就有许多灵异事件发生，有些甚至是让人害怕的恐怖堪言。